比特币还能回到3万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来看到比特币的日线图。那为什么会选择现货的图表呢？我们可以发现啊，现货它的针尖是插到了大约在3万左右的位置啊。那如果说期货合约的话，有些可能插到30600或者是30800。那我认为我们在分析上呢，有一些点位啊，拉斐波那契等等的，所以精确的点位啊，针尖的位置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个时候，我会选择去看这些现货的交易所的图表。其实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之前，比如说呢，如果我们看到 Bybit 的合约图的话，当时的下跌呢，我们最低点呢是插到了$24,200左右。那如果我们根据这个做判断的话呢，我们就会认为啊，25000的支撑是已经破了。不过你可以发现，我们后续啊，25000它还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支撑角色。那其实如果我们从之前啊现货的图表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它其实插针下跌最深的位置呢，大约就在25250左右，它是没有跌破25000的。所以我会认为以这种插针行情啊，还是要看现货的交易所要来得更好。那如果说拉斐波那契的话呢，我个人也不会拉到30800或者说30600这种位置，我还会以原本的3万左右去作为点位的判断。其实我们还可以看一下，有一些合约真的是差得很夸张啊。比如说我们在日线上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段行情啊？我们当时走这段行情的时候，往上插的这根针啊，现货的话它只有到了4万出头左右啊，40500左右。但是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币安的合约，币安的 U 本位合约呢，我们当时啊是直接插到了48000啊，同一根针，非常的夸张啊。那当然也是由于有流动性的问题啊，或者说连环爆仓等等的问题。所以我个人呢，在参考的时候，还是会以现货的图表来做参考的，当然点位也是。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人就说了，那我们现在走的这波上涨啊，或者说这种插针啊，我们这根 K 线啊，它会不会走的是仙人指路的这样的 K 线呢 ？OK， 我们现在用白色呢把它给标示出来啊，这根它会不会是仙人指路？就意味着我们后续呢还会再继续上涨到原本3万左右插针的位置。当然，我这里指的是现货的图表。那很多人会把这一段呢去类比啊，这段的上涨去类比成我们在过去我们刚说的这段的上涨啊，因为我们当时的上涨也是我们插了针之后呢，然后后续它就开启了上涨啊，当然中间是有些小调整，不过我们随后呢就直接来到了69000的新高嘛。那会不会我们在这里啊，它走的也是这样仙人指路的行情呢？不知道大家对这还印象深不深刻？虽然说我们从日线上看，好像这个针不像我们这么夸张，但是呢，这个是由于我们后续的图表的关系哦。我们这根针呢，它也是非常的扯的。如果我们计算实体部分的话，这根针是高达了$3000多啊，日线的实体部分就$3000多。那我会认为呢，我们当时的市况跟现在是不可做类比的。我们当时呢走的是底部的箱体，也就是我们当时走的是底部的形态，而且呢，威克夫吸筹之后，它走了一个突破。那突破之后，其实我们不管这个消息面啊，其实当时呢它也是一个假消息啊，跟我们现在很像。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的假消息？就是亚马逊它会接受比特币作为一种支付方式，然后当时比特币它就直接爆拉了。不过后来证实是假消息，其实跟我们现在呢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很多人可能会做类比。当然，我们昨天也有举过了非常多假消息的这种案例。那我会认为，其实此处呢，我们就真的可以直接把这根针给忽略掉，直接把消息面给忽略掉。我们直接就观察整个市场的情况，也就是我们当时呢是在走底部的，而且我们底部已经走出来之后，我们选择下一步要突破箱体了。那当时已经产生的这种供应已经衰竭了。你可以发现我们这段上涨呢，它都没有遇到太强的这种回落，甚至连震荡都没有，我们就一直直直的上涨。那这是因为我们的供应呢都已经被吸收了，那我们准备就是突破箱体，然后走出行情。所以我们当时呢，不管有没有亚马逊接受比特币的消息面呢，我们当时走的就是底部，所以我们后续就是上涨，这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呢，我会认为啊，我们走的虽然说也是有消息面影响，但是呢，我会认为我们现在走的它就是一个顶部的过程，顶部的派发的过程，就是我们在白色这个箱体，我会认为它是一个还没有下破，或者说值得我们布局的派发的过程。那为什么会说我们在这一段呢？我认为至高啊，它就是到32000，连新高我都认为很难突破。那当然，29000到3万这个位置呢，才是我个人在预期它最后这一波上涨能到的点位哦。那如果说到32000左右的话呢，
我认为就真的已经很极限、很极限、很极限的，就是封顶，就是在我们前高的这个位置，它就真的很难再上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我们要再到更高的位置，比如说36000，比如说44000等等的位置呢，那我们白色箱体它必须是一个吸筹。但你可以发现呢，我们在这段上涨过程当中啊，它走的是供应被吸收完成、供应衰竭、供应已经消失的行为吗？并不是的。你可以发现我们在走的过程呢，它还是有这种比较深度的回调、回落，甚至有些呢还是带有量能的。那其实这跟我们之前所看到的脱离吸筹箱体底部的行为呢，就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在这个位置，它脱离吸筹箱体的时候呢，它走的是非常强势的，而且中间呢没有震荡、没有回调、没有产生阴线，甚至没有阴线。那我们还可以再看到过去的几轮行情比如说呢，当时在这个位置它也是走着非常非常雷同的行情的这一段脱离吸筹箱体。当然呢，前面还有一个我认为更经典的位置呢，就在这里，这里它也是完全都没有走任何的这种犹豫没有，就直接拉升了。但我们现在的行情呢，它走的就是不一样。那我会认为我们现在呢，就是走着一个顶部它还没有发酵的过程。那我认为它最终还是会发酵的。所以如果说要布局空单的话，我个人呢会选择在29000到3万的这个位置呢，或许去考虑布局去空单。那如果说想要高抛低吸的朋友呢，我自己有计划，说不定可以在29000到3万这个位置呢，也说不定又可以再抛一点。那我们可以在低位的时候，比如说跌破25000左右的时候呢，再把它重新给接回来。其实我们今天呢，插针的位置插针到了这个最高点它其实就挺合理的，或者说它很符合预期因为它就是在我们前期箱体下缘的位置。你可以发现呢，我们箱体下缘的位置就刚好是我们今天插针的最高点。那这个箱体会不会被突破呢？就是29000这个位置，我认为是蛮有机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可以看我们在上方这里它走的这个派发的过程它大概是走了55天左右，那量能呢也没有下面来的大，然后下方的时间呢也是已经超过了上面了，所以我们是绝对有机会可以回到29000的上方但是32000呢，真的就会比较困难一些。好，那我们分析完了日线的这种走势呢，我们来看一下小级别4小时我认为没什么好说的，因为我们现在走的呢就是爆拉之后的这种震荡那1小时其实也还好，我认为比较值得我们注意的呢，是在15分钟盘面上面，15分钟盘面上它的上升趋势线，那它在刚刚已经被跌破了，你可以发现在这里所以我们有可能接下来就是走一个震荡，或者说面临一个小小的回调，但是我们整体呢这种横向震荡的走势呢，我认为在短时间内还是比较难被改变的，就是在29000到28000这一段的震荡。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大家想参与这些交易机会的话呢，非常欢迎各位可以使用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赠送你$1000价值的比特币合约仓位。那 OKX 现在也很优惠现在你只要 KYC， 你就会得到$10的体验金。你只要做任何的交易，不管是合约交易也好，现货交易也好，不限金额，你就可以得到$20的体验金。这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福利。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